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在佛山啊，应该确切的说在西樵山的附近。这边呢有一个古村落，叫松塘村，很有名的，以前来过几回啊。刚刚呢就从前面那个牌坊进来，但现在呢进来就要收费了啊，就像一个大停车场一样。现在我正对着呢就是松塘第一门。边上有一个关帝庙，小小的一个庙，还有一个亭子。但是我看到啊，这条小街道比我以前来的时候要整齐了很多，看来也经过了统一的穿衣戴帽。你看那种灰砖砌的外墙啊，都很统一。现在呢，我们到这个村里面去走一走。今天呢，是我跟我女儿一起到了这边。虽然我以前来过很多次，但是我女儿居然说她从来没有来过，所以趁着今天天气不错，就到村里来走一走。这个村落呢是一个古村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，是南宋的时候啊，西安人迁居到这边，在这边呢诗书耕读啊，慢慢的就出了很多人才。这边呢有他一个介绍啊，介绍说是位于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的西南部，自南宋开村有800多年历史了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一个诗书传家的村落，曾经出过20几名进士和举人，4人入翰林院啊，所以呢，这边也被称之为翰林村，松塘翰林村。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画手绘的一个全景图啊。好，我们到里面去走一走。现在城市边的这种古镇已经很少了啊。但是在佛山地区西樵山下呢，还保留着这样的一个古村落，而且保护的也相当不错啊。这边呢有他们的一些餐馆，但更多的呢就是这些古祠堂。你看啊，这边有很多祠堂，我看装修的都相当不错啊。进到里面去看一看。孟坊天昌堂先贤传。广东文化呢，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写照，因为这些人都是从中原迁徙过来的，在这边呢，经过很多代开枝散叶，就慢慢的兴旺起来。加上北方来的这种传统文化，所以还是做官嘛，读书做官，慢慢的就形成了望族，有了很多做官的这种后代啊。只有这样呢，才有可能建起这么好的祠堂来。你看看这些门神，跟所有讲究风水的祠堂一样，就在这些古祠堂的前面呢，就专门有这种莲池。一个呢寓意子子孙孙多子多福，就莲子嘛，就是这样的含义啊。另外一个呢也是风水的讲究啊，都是面水呢，就是有财气。这边还有一个东山主祠，总之呢，就是从北方来的，
可以看一看啊，东山主祠这么一个来历啊。当然也是做了官以后才会有这样的祠堂。这边呢，就是有一些南海或者说佛山地区的一些知名人士啊，其中就有康有为、詹天佑、陈礼济，这些人呢都是耳熟能详的当地的名士。祠堂上呢，还是摆放的先祖的一些牌位。这些年呢，经济发展以后啊，使得这些乡村呢，有了一些财力啊，就维护、翻建他们的祠堂。你看看这些村民非常的幸福。我相信呢，他们社会经济的发展啊，乡村有了钱了，就会对他们呢有更多的福利。看看乡民们在这边无忧无虑的打牌休闲，瞧瞧这些大榕树非常漂亮啊。这边还有一座孔圣庙。你刚刚门口进来看到有一个关帝庙吧？没有看到？看到，对。还有一个那个葫芦。对，就是这边很传统。首先呢，要敬圣人，圣人呢就孔圣人，就是对呀、所以任何一个对对，就他们乡下对于这些还是非常重视的。然后呢，也会拜关帝庙。就关帝庙呢，后来演化成一个财神了。谁？就是以前的关帝庙，以前是忠义的化身，就是要有义气，对吧？桃园三结义嘛。但是呢，后来这个关公啊，就变成了民间大家就是求财必要拜的一个财神菩萨。所以你去看广东人开的餐馆里面，一定是有关公的，是不是？我这是行天津那家粤菜馆都有。对，没错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很多人家，他们已经是开枝散叶800多年了。那最早呢，都是从北方来的。那什么时候来的呢？就是宋朝，北方打进来了。然后呢，那些读书人有家有产的人呢，就往南方逃。然后到了这边呢，慢慢就生根。那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读书做官嘛。所以刚才我看到有介绍，就这个村里面，光是明清2期呢，就出过20几个进士，出过4个还是几个翰林。翰林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有点像我们科学院的院士啊什么之类的。对啊，所以呢，它又叫翰林村。那翰林2个字呢，基本就是读书人的一种说法啊。就是如果能进翰林院，就好像中国说啊，谁进了科学院当院士那不得了，就类似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村保存的也很好，因为它离城里比较远了，所以它没有什么特别现代化的这种。对，还那样。所以呢，还是很漂亮的。虽然这些房子当然后来翻新了以后，但你看这些小巷啊，像什么冯源巷啊，你要知道那个泮溪酒家边上，不是有个龙津什么西路啊什么路吗？上面就有冯源大街，冯源什么小巷，是很多，就是都是好名字嘛。对呀，寓意挺好。对，所以呢，乡下地方其实也是一样。他们可讲究这个了。对。而且广东这边本来就比较讲究。特别讲究，他们一个是讲究，对他们讲究风水，讲究意头，对吧？然后呢，
总是会把这个结合得很好。对，感觉偏南方一点这边的城市好像都有一点这种。是。北方那边好像反而少一些。对，所以怎么说呢？就是北方的文化呢，相对强势的文化，实际上它是更中心，就是向着皇权的，就它是一种靠武力去征服等等的。就因为中国永远都是北方的比较厉害嘛，但是南方的不一样，南方的因为这个山高路远，这个山高皇帝远，所以大家对这种中央政府的这种影响力啊，在这边也比较弱，所以他们自己有自己民间的一套东西，所以一般都这样，所以他们反而就保留了一些他们其实也从北方来的以前的一些文化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再加上这个几十年不就周围都发展经济了嘛，像这个佛山地区开了很多厂啊，很多土地就变成出租啊，就利用就赚钱了。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有钱翻新，但他们有了钱以后，他们也想维修维护他们以前这个好不容易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东西。所以你看，这中国人就这样子。这个人家里挺漂亮。对，你看现在就是盖大宅了嘛，对吧？是啊。而且你看它前面也是很好。对，一定有水的。以前就是，特别是祖宗的房子，比方说宗祠前面一定是有水。那天我们去沙湾，对他那个刘根堂何氏的人家，这边呢是姓欧的，就是姓比较欧，就是欧姓的人在这边比较多。以前呢都是一样，你家里如果做了官了啊，你就可以怎么讲庇佑自己的子孙，亲戚朋友就是所谓的鸡犬升天，然后你做什么都容易做成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们这个姓慢慢的就开枝散叶，而且以前中国古代，但凡你有钱有地位，你可以娶很多个老婆，那么你的子孙就多。那10个里头有2个有出息的，你就 OK。穷人那就没有这种机会，对吧？所以这些望族呢，他就慢慢，但是呢，后来时代变革的时候，比方说，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，是一个大庆的时候，那就意味着75年以前，那些拥有土地的地主老财们，以前那些乡绅们全都倒霉了。所以历史有时候就这样子，反反复复也很难说。今天天气还是有点热，所以我们就走一圈就可以了。对，你主要有点晒。对，但我现在骑车已经有点，对，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好恶心。黑皮不怕太阳照。这个奥利奥果然，对吧？没有力了，只有奥了。对。焦虑。对，焦。樵应该是樵。樵夫那个樵。对，看看他怎么个介绍。也是姓欧的人，就他们欧，如果你自己出了名了，你就自立门派，就你就变成了你的家族里面的又一个比较显赫的一支人嘛。那么你的后代就会建祠堂、纪念他等等。你看他就是这样子，对吧？这还有捐赠的？肯定有啊，很多欧星人士，他们很多祠堂都是村里面自己的，其实都是亲戚嘛。我知道。就大家就是想要保住他们有的那种历史啊，就会捐钱出来维修啊。这是一个什么？明德社学，可能就是以前讲那种私学吧。私塾吗？私塾，对，以前就是农村里面最讲究的就是私塾，就是教书先生
教一帮子弟，然后你就学啥呢？就是孔门之道啊，学那种四书五经等等。最后呢，就去考。你如果考中了，你就是秀才，这叫乡试，就在这个地区。然后呢，秀才呢就考到省里面再去考试，统一考。考中的人就是举人，举人出来就可以做官了。然后举人呢再到北京去考，考中了就是变成进士，它就这么一个过程。所以以前呢，只要稍微条件好一点的这种村里面，一定是有这种学校的，就这种私塾。对，我们从这走吧，可以走过去的。对，当然了，这个现在的房子已经很凌乱了。还好吧。对，这个地方好像搞了什么工厂，纺纱的好像。对，你看这边变成一种纺织厂的那种。这玩意儿对人有没有害？就直接放在这儿。这个不好说了。而且这么吵，住在隔壁的人也不管啊。对，但是它能够带来一些收益。有可能就是隔壁那家人的。对。这种阴凉地下啊，就这种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不过我觉得他们搞的还是挺漂亮的。是啊，这里应该是还算是有些文化，或者说当地的政府啊，还是对尽力投了一些钱呢，组织了一些人呢，就他们还是蛮看重他们这些文化的。再加上现在各地政府都是想靠这个来搞一些旅游观光啊，同时也是提振一下当地老百姓的这种，对吧？这种荣誉感呐、等等啊。所以它就是这样。那你看这些房子呢，其实已经经过政府出钱，我估计都是穿衣戴帽。其实还是挺漂亮的。都弄得挺漂亮，因为刚刚我开车进了一条街上，都是这种颜色的。对啊。就看上去把它统一弄了一下。对，整齐了很多。对，确实你比如说搞过以后，确实还挺漂亮。是，挺不错。就像我们上次有一次去那个，反正就是番禺当时不是有个花市嘛，比较小。完了以后呢，我们不是把车停在一个地方，然后你去拍了嘛？没错。完了以后，这中间路过的时候会有很多这种古色古香的小别墅。就也是，反正也跟这差不多吧，但是。就是番禺南村嘛。好像是。南村花市那。对。然后完了以后就觉得，还挺漂亮的。对。你看，爸爸自己还搞了一个那个充电动车的。是啊。没有啥哎。对。是我们自己想拉就拉的吗？这个东西？不可以的，你要到供电局总之要去申请的。就是说嘛哈。对，但是它实际上是鼓励你来申请，因为你用电不就是消费吗？新能源车嘛。对。对，他现在就鼓动这个嘛，不是？是。所以你看这里呢有3个这种池塘连成一片啊，3个还是4个？那边有个小的嘛，这里对，所以看起来挺美的。而且你不是这个水搞得还挺清的，对啊，不是那种黄黄的、脏脏的那种。对。就因为我们不是当地人，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，但他们实际上这住这儿。对，然后是哪一家的什么什么亲戚祖先，他们都讲得出来。对。你看这里还有很多名堂。欧梦觉，哇，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嘛。对啊。姓欧的人在广东还是蛮出名的。好像是这个名，但是这个姓也确实比较少见。对。我记得以前有个作家写那个叫3家巷的吧，就是叫欧什么我忘了。所以你看他把这种介绍呢还做得还蛮好看。哎呀，还有3语的。对。挺牛的，你别说。是，还是挺好的。有点东西。对。挺美的吧？是。那肯定。所以这个村呢，我们以前来过，印象比较深刻。sorry。对，还是挺干净的。是。像这样子干净的这种小湖畔，对，已经很少了。对。
咱们上次去那个商阳古镇也还可以。对，但商阳古镇呢，我觉得商业气息比这个重。对。对吧？开了太多的店了。这里就是人家住的地方。没错，它就是还是保留着当地的这种对啊，它也就是前面那一小点地方，是，它稍微搞了一点点。是。其实也没搞，就是给他们当地居民。对。弄的。但是我想呢，这些人的子弟啊，也都跑到广州啊，很多地方打工去了，对，工作去了。所以也挺好的，他过年过节回家，对吧？又不远。对，不远。开个车就能到了。对，就这里面都很有讲究的，你看，这就是有点保留着以前。以前我在城隍庙小时候啊，也都是这种小街小巷，就这种街坊，然后进来你看，这个可能就是土地爷还是叫什么？福德祠不知道是什么，可能是有点像土地爷。对。就专门有这些的。这个土地神龛嘛。没错，没错。然后呢，你看有多少人啊？他们会捐钱啊，20块钱也写。对啊。也是。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欧姓人，还有姓陈的。有。姓欧的比较多。包括像说这个板上也有。对。重铺这个石板路。对。门楼啊什么的，它也是。所以大家群策群力啊，大家都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，我觉得，保持着这种，一个是乡情，另外就是传统，我觉得挺不容易的。还有什么港员？对啊。渔港。没错，就这些人就是从香港回来的呗。哇，02年。对啊。哎，我发现这里是有好大的鱼。哪里啊？是锦鲤吧？你看见没有？锦鲤啊。对啊，你看，哎呀，刚刚跑了，好大的，应该有一尺来长。是我刚刚看到那边那个。这里也有，这里。哪里？哦，还有那有个黄的。对啊。刚刚他那个小湖上面写的，他说里面有锦鲤，什么请勿捕捞。对。哇，你看，以前这个村里面，反正你要有地位有钱，然后你就可以正对着这个大池塘，是吧？就是你的地位很崇高啊。是。就不一样的嘛。是，那是。而且你看它这个玉就特别好，又有水又有水又有锦鲤，这个就属于是很高的一个风水。对。以及文明用语不太行。这边还有一棵老榕树，感觉也长得不错，你看那个盘根错节的。乌语。就是说来拍过一个纪录片的。哦，是哦，大型人文纪录片。广东电视台来拍过的。有意思。这个漂亮吧？这个根。这个就让我想到以前小的时候读那个小鸟天堂。哎，下次我跟你一块去。也不远，对不对？不远，大概比这个可能远个。10公里、20公里。那可能不止，那远个1倍左右。那也挺远的嘛，2小时。那总是有点距离。就差不多到深圳了都，不是就是。差不多。你看。可以的，你别说。是不是？我们转过来看一看。这里的老年人倒也挺惬意的。对，我就看很多啊，他们这边待遇应该可以。打牌。年轻人挣钱。喝。对。弄这弄那。是。当时要是6、7月份那个荷花的季节，应该特别漂亮。是。所以这是让人比较羡慕的。我跟你讲，1994年的时候，我陪着我的教授从日本到大连去讲课，然后呢，就跟他去了一家公园，叫中山公园。然后看到里面的，因为那是夏天嘛，但大连不是很热，就老头老太太在里面遛弯，很多人就是提个鸟笼。我的教授在那边看半天，
他会觉得这种生活真的是他无法想象。就是说呀。他觉得这才叫生活。是，他那种真的有点累。是，然后你对吧？当教授的每天西装革履，参加各种学会，对，各种各样的，但是怎么说呢？就还不如这些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悠闲。我们要不要来个什么奶茶什么？你想喝是吧？来点呗。手包进吗？就这个，上次我跟你老妈也是啊，是这个。是的。那就喝这个吧，反正你想喝吗？想，就这种撞酱奶或者是什么奶。看看这是。飲啲姜撞奶今日整唔到。哦，咁個雙皮奶好唔好啊？有冇凍㗎？雙皮奶得翻一個。一個唔緊要。奶都可以濕啊！啲姜唔夠。唔緊要。雙皮奶啦，一個就得啦。我要一個凍嘅鴨屎香檸檬茶。鴨屎香檸檬茶。上次跟你老媽也在這邊。喝呀。對，然後還跟當時一個老闆娘。是吧？聊了半天，就聊他们那个村里啊、收入啊、生活水平啊，应该都是。那个很好，他说那个房啊，一栋栋的都好几百万的一栋，很有钱的。但是呢，又怎么说呢，就是那种举世无争，没有太多想法。所以呢，生活才过得好。就心态好就好。当然，你物质上又很差也不行。对吧？所以这种老人家，你叫他到大城市里面去过，他不愿意去。他不喜欢的。一个是没有这个乡里乡亲，另外一个是，对吧？这种没有这种氛围、这种环境。就像打个比方说，就像你说你问奶奶，对，你说我搬到城区城里住，对，她舍不得那些小姐妹。对。唔該晒。唔該晒。慢慢嚟嘅。好。你間鋪頭開咗好耐㗎啦。舊年。今年8月。哦，你接手啫嘛，但係。之前係人哋住開其他嘢。哦。琴日嗰啲乾水嗰啲全部用晒。琴晚黑有人要幾個。幾好啊，幾好啊！你哋都喺呢度鄉里係咪？係啊。挺好。哦。可唔可以俾多個匙羹我？啊？俾多個匙羹。哦，可以㗎。唔該晒。很好吃。真的，这个味道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。是不是？你来尝尝。我把这个尝。对。很浓的味道，真的。是不是？你得花生油啊！人家很多以前那些别的商品奶都做像果冻一样。对啊，这个是不是很好味道？花生油啊！这个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商品了。哦，买了。那么告诉老爷，我们过几天带他来。这个村呢就叫松塘村，或者叫松塘翰林村。它叫这个名字主要就是因为它出了很多的翰林才是。没错。就你比方说一个村，如果它叫进士村，那就说明那说明它家族出了很多啊。因为我之前我记得好像以前有一个书院叫做翰林书院。没错。翰林呢，你可以想象，就是比较高级的，就文化人的最高层级的人。就好像中国现在你说，如果家里出了院士的，或者出几个院士，你可以说院士之家，对吧？那书院呢，其实就是学校嘛，就是私塾。那么学校名字可以很多，但你称得上翰林书院的，就说明它里面出了很多个翰林。没错，就证明我们这边出人才的，对吧？我们的老师师资能力很强的。也可以这么说。是一种招牌。对啊，你想我有时候来到这个古村了，我就会想到我们无锡的秦家很有名，就我们的秦家就出了30几个进士，比他一个村的进士还多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就是中国人讲究一些这东西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必然的关系，但是会有一种
家族自豪感嘛。然后你也会想着说，我不要辱没先人，我也尽可能给这个家族留下一些好名声之类的。就好像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有些人争取荣誉啊，道理其实是一样的，对吧？是。就是南方，越是南方呢，对这种家族的传承特别重视。对。就是尤其是广东这边，对，他们有时候啊，民间不但听政府的，但他们听他们那个村里这种怎么说？族长说的对，就是一个宗族，势力很大的。对，是这个我还真是知道。对。那你说他们很奇怪哈，这个村里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那个就是欧家的，对。为什么他不能叫欧家村呢？那可能不光是他们欧家只不过这边最大一群。因为村很大啊。我里头看有姓陈的，有什么，可能也有人家那个姓陈的一支支下来，或者还有其他的，就可能没有你那么大，没有你那么出名就是。那倒也是。对。我觉得也是可以的。哇，这个做外卖。他这个村可能也是有人会喝的。你看看一个老头子说他要一碟什么东西，就跟他说是不是？对，就这边可能人家就搞点啥。哇，这广东人真係好識生活嘅。你不要说，就是无论你是城里的也好，还是这里这种地方的那个老人家，对，都有自己的一个娱乐的项目。对。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群好朋友吧，可能是。对，要有环境的。对。你看这种环境，一般的地方是没有的。那是。你要到城里都变成城中村了，就是那种地都建了房子，哎呀，都一塌糊涂，对吧？他们这种地方外来人很少的。对呀。都是本地人。然后呢，又没有把这个地都搞掉，所以他们就保持着以前那种环境，就他小时候长大这样，可能现在还这样。你有些地方已经早就变了模样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那个也挺不错的，就是天汇旁边那个。那是后来修的呀，问题是啊。我就说呀。它是自然村落呀。是。就我的意思就是怎么说呢？就你城里的这种地方都保不住啊，就是你最后要开发了呀，商业开发。相当于也是被高楼大厦笼罩的。对，像这种地方就比较舒服，对吧？有树有湖，什么都有。对啊，你不也金榜题名了吗？也不能叫金榜吧，但是还可以。也是去拜过那个什么的好不好？城隍庙里面就有的拜的。就是在城隍庙拜的。哦，就在城隍庙拜。对啊，那天就是跟小王一起去的。对啊。而且不止我们，好多人排着队。你没有进到那个城隍庙里面去过吧？以前没有，就这次是，就是当时跟他去。不是，我说庙里面要买票进去的那个庙没有。要去，就是那次。哦，去了。不是，他要办文曲星，你就一定要进的那个庙。哦，那就对了。但是很便宜，5块钱。对啊，那可是我们本家哦。对啊。这可是我们的，真的是本家哦。係啊，好好食。係啊，我就覺得呢個雙皮奶好好食。你睇睇嗰啲街坊啊，好幸福啊。係啊，啲老人好幸福啦。即係幾好，環境又好。天熱仲多人。對。好啦，拜拜。好，唔該晒，拜拜。这还搞了个游客服务中心。哦，是哦，真的，我们进去看一秒。你要去吗？你看这里还有宴席的。可贵呀，680一个人。对呀，一席不是的，一席就一桌。哦，是吧？那还可以。一个人680，那谁搞的？那我哪知道啊？对呀，哇，这里看看这里。哦，你说的是金瓯社区，它大的方面社区大嘛，村小嘛。哦，这样。你们知道有一个杯子吗？叫金瓯永固杯。哦。它是一个文物来的。所以我就刚刚觉得，哎，金瓯这个名字，我说对，这是海南区西樵镇上金瓯社区。
新时代文明史竞赛，你看没？你看，这个图案漂亮。对，我刚刚那个对外面的那种。它都是那种欧姓的人会比较多。你看它不止3个，它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哇，好多啊！所以它是一串的，而且它实际上是跟这个河，这是路，这是路，这是这个。对，这个就是前面那个咱们看到那个很多荷花的那个。这个地方真的，我都想来退休了。呀。他们有志愿者队。对，就是南海嘛，以前南海是独立的。对，南海是独立的，佛山是佛山，南海是南海，顺德是顺德。然后现在差不多。对对，以前这边最有名的人就是黄飞鸿。就是。那不就是我们上次到那个永庆坊看到的吗？不是那个吗？那个不是。哦，不是，那个是李小龙。那个李小龙。对。有些武士很厉害啊，在那种高台上面跳来跳去的。对啊，对啊。相当于就是这个村子叫松塘村，对，然后它是属于这个什么上京欧社区里面的。没错。社区比较大，社区就相对于来讲，它能叫街道吗？也不能叫街道。其实跟街道应该是差不多的。所以你看啊，这里专门有这种做过节目的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中央电视台来做过节目。记住乡愁，天哪。对，他专门来做过节目。2015年。对啊。正月初5。对啊。国际频道，天哪，还是国际频道。是。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棒的。这些农村呢，你别说，还是非常好的。它还保留了很多传统。抗美援朝中，巫子贤在朝鲜版门店。做过英雄的。挺有意思的啊。那你不得不说，确实就是这里姓欧的人真多。是。真挺漂亮的啊。非常不错的半天游啊，其实只有几个小时而已。那也可以。但是来到了一个古村落。还吃了点东西。对。还吃了一些当地的美食，更了解了这个村的一个历史啊，800多年，从宋朝就有的，而且诗书耕读这种文化传承非常棒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回家了。谢谢大家观赏，拜拜。应该是。不要钱啊？行，那就等没到时间了。